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原来如此。今天我们来分享的话题是我们的敌人是宗教。今天的这个世界，人们习惯于将信仰和宗教连在一起说，甚至很多时候将信仰放在了一边，而使用宗教这个词取而代之，所以就有了基督教、回教、印度教、佛教等等。随着人权的平等变成了一种政治正确，宗教平等的思想也早已深入人心。大家觉得应该尊重人的选择，喜欢信什么就信什么，这是个人的事情，与他人无关。这真是一个弯曲悖逆的时代。今天人类的罪恶已经超过了历史任何的一个时期。不过今天我们的话题没有那么大，今天我们并不会把矛头对准所有的宗教。对于一个常常反省的频道，我们今天还是说我们自己，别人的事情我们有机会再说。今天就我们自己而言，基督徒最大的敌人并不是来自世界的诱惑，相反，最大的敌人是来自于我们自身的罪性。这种罪性所显现出来的后果，便是宗教化的基督教会。而这种宗教化的基督教会带给人的是偏离的信仰，造成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这是我们要时刻警醒的。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面对这个我们必须要面对的最大的敌人——宗教。宗教这个词其实是一个现代概念，当基督徒在阅读圣经的时候，你根本找不到关于宗教这个词的概念。古希伯来语和古希腊语均没有与宗教对应的词汇。不仅如此，古汉语也同样没有宗教这个词。宗教是一个外来词汇。在欧洲宗教改革以后，基督教开始大分裂。几乎同一个时期，世界进入了大航海的时代，人类进入了第一次全球化的进程。不同的语言，不同的信仰，在地球的各个地方交织碰撞。为了在纷乱的人群中找到自己的同路人，宗教、宗派的概念逐渐产生了。特别是北美这块土地上，来自四面八方的人有着不同的信仰。你是来自德国的天主教徒，我是来自意大利的天主教徒，又遇见了一位来自西班牙的天主教徒。这样他们就会逐渐走得更近，同时他们会远离同样来自家乡的那些路德宗的信徒，而路德宗的信徒又找到了来自北欧的路德宗移民，这样越来越多的路德宗信徒又聚集了。而那些北欧的改革宗信徒又找到了来自英国的长老会，这样来自不同国家的长老会、改革宗、归正宗信徒又走到了一起。所以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宗教和宗派逐渐成为了人与人之间连接的纽带。虽然都来自同一个地方的移民，但是不同的宗教、不同的宗派成为了说着同一种语言人们之间的障碍。同样来自中东的各国家移民，因着回教信仰，逊尼派走在了一起，什叶派走在了一起，而他们均与其他的宗教保持着距离。宗教成为了不同人群的标签，而这些标签影响着每个人的生活。所以宗教这个概念的出现也可以看成一个时代的产物。耶稣基督教导使徒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而今天很多基督徒却声称我尊重别人的信仰。
在宗教平等的大环境下，基督徒甚至不敢说其他宗教的错谬，基督徒不敢说他们拜的都是假神，甚至某些德高望重的大牧者在面对异教徒的时候也说他们的宗教是一个伟大的宗教，转回头又告诉自己的信徒们，我们的是信仰，我们不会称自己为宗教。而在世人的眼中，你的信仰就是宗教。虽然他们自己也清楚宗教其实是一个贬义词，但面对世界的时候只会说世界的诱惑，却不提宗教的错误。宗教这个概念今天已经可以划分为多神论、泛神论、一神论、无神论等等。对于基督徒来说，这是多么可悲的一件事情。所谓多神论，就是指神有很多位，创造的神、守护的神、毁灭的神、祝福的神等等。所谓泛神论，就是什么都可以是神，山神、水神、树神以及各种动物幻化成为神。一神论就是说我们这个世界只有一位神，除了这位别无他神。而无神论的定义其实是更复杂的，不过在我看来，无神论其实更像是在说我自己就是神，我要做我自己的神。其实提及以上这些思想的时候，大家不要觉得那些一神论以外的思想与基督教没有关系，其实这些错谬的思想距离我们是很近的。这些宗教化的问题早已经侵蚀了今天的教会。一部分传统的罗马天主教仍然有圣徒崇拜，其实已经让我们看见了多神信仰的影子。今天天主教会在为人祈祷的时候，还会向圣母玛利亚祈祷。虽然他们宣称并不是崇拜玛利亚，而是请求玛利亚帮忙代祷，希望得到玛利亚的怜悯和祝福，实际上已经突破了一神论的界限。他们认为圣母、圣徒也是有着某种能力的。而更往前走一步的就是今天的东正教。东正教结合了北欧本土的传统信仰，将原住民最早的泛神论中掌管各界的神摇身一变，成为了东正教的圣徒，用圣徒的概念取代原始的神灵，这样就可以将基督教嫁接在原有传统信仰之上。所以今天的东正教理论上是一个混合教，是一个掺杂了异教的基督教。我们再来看一看无神论的影响。随着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改革的进程，人类觉得自己越来越厉害了，不依靠神也可以活得逍遥自在。所以圣经被解释成为一本哲学书，一本教育书，你明白其中的道理就好了。至于那些神迹奇事，无非是作者加进去的，也就是今天的自由派神学，也叫新派神学。而这些自由派神学的教会传讲的已经不是神的信息了，而是一个哲学概念。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无神论更像是我自己就是神，我要做我自己的神。其实新派神学给人的感觉还是比较隐晦的，迷惑性很强。然而很多人都听说过的一种宗教，他们却把人性的贪婪表现得更为直接，这就是摩门教，也叫做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大家别以为这是基督教的一个宗派，其实这完全是另外的一种宗教。之所以迷惑性这么强，就是因为他们的名字耶稣基督
后期圣徒教会，给人感觉与基督教有关系，其实没有什么关系。我一直想找一个时间专门说一说摩门教的事情，但计划需要分享的话题太多，还没有排上日程。其实摩门教能够抓住一些人心，就是因为人的自大和贪婪，人都希望自己做神，不仅想做自己的神，还想做别人的神。所以摩门教给了你这个机会，把你洗脑成为一个可以做神的人，这就是人本身的罪性。摩门教也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也算是工业革命的副产品，或者说是工业革命所产生的一坨垃圾，是人性丑陋所显现的集大成。这就是宗教给人的残害。虽然我们今天再多的强调基督信仰，也无法改变世人对于基督教这个词的理解，但是我们应该清楚的是，我们所信仰的不是一个什么教，我们所信仰的是真实的神。所以每个人亲身的去经历神才是最重要的，否则你听再多的讲道，了解再多的教义，你也只是在知识言语上对神有了一点了解。当你对神的了解只停留在字句上的时候，那么解释权就在你自己的身上。圣经中记载的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了解圣经，熟读圣经，而且可以教导圣经，但是他们却是一群假冒伪善的信徒，他们是与神隔绝的。今天很多讲道台上的牧师讲的也是知乎者也，台下听的也是津津乐道，但我们却发现，其实很多牧师即便是牧会很多年，却没有亲身经历神的同在，因为神学院也没有这门课程。今天的神学院很喜欢教导各种辅助材料，就读神学院需要阅读大量的书籍，神学生却没有时间读圣经，这真的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所以神学院毕业的神学生代表的是这个宗派，虽然也有无宗派的神学院，但能否真正的脱离宗派和宗教的束缚，这对于一个神学生来说是严峻的考验。传统的犹太人一般在5岁左右开始学习圣经，大约在13岁左右的时候可以选择进入社会，但如果你自己有感动想继续学习，那么也可以找一位拉比做他的门徒，而直到30岁才有资格开始传道。即便如此严格的规定，还是造就了那么多的法利赛人。会说与会做真的是两回事。会教导的人其实很多，即便圣经不熟悉，但是口才好，也能在讲道台上挥洒自如。但是如何用生命影响生命，这不是宗教能够解决的问题。宗教会控制你的思想，而不是让你真正的享受自由。看一看那些已经僵化的教会，主日聚会的时候甚至有程序单，告诉你第1项是做什么，第2项是做什么。如果你读过圣经，请你告诉我，这是哪一章哪一节教导人要这么做的呢？主日聚会的主是耶稣基督，还是教会的牧师或者长老执事呢？圣经中哪一段告诉我们聚会必须要这样做？主日聚会不是为了寻求神吗？不是为了处理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吗？而一场宗教化的聚会，你又能从中得到什么呢？一些牧者的回忆录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聚会中经历神
是多么的奇妙，但聚会也并不是每一次都有圣灵大大的浇灌，有的聚会是失败的，让人灰心的，这才是真实的。而宗教化的聚会每一次都是按照程序进行的，聚会的主导是牧师，是教会文化。更多的时候，聚会的成功是建立在会众情绪控制的基础上。只要把会众的情绪带动好，表面上给人的感觉也是不错的。但这些表面的功夫并不能解决人灵里的干渴。也许这样的聚会带出来的果效是人数的增长，奉献的增长，然后教会购得一块更大的土地，兴建一个更大更豪华的礼拜堂。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那些热衷于会众增长，热衷于购地建堂的教会，他们被世俗的宗教所影响，寄希望于在遍地偶像的神殿寺庙中兴建一个主的圣殿来荣耀神。那只是一群把耶稣当菩萨拜的宗教信徒，那不是基督的教会，那是我们最大的敌人——宗教。原来如此，我们下周见。